欧洲联合加快组建240万大军。俄乌最新战报，战斗烈度增加3倍。乌克兰参加沙特和谈，俄军兵锋直指乌克兰堡垒带，无意保持长久和平。一个强大的俄罗斯不符合美国利益，特朗普究竟在图谋什么？俄罗斯邀请特朗普参加胜利日阅兵式，精彩资讯即将开始。在慕尼黑会议上，美国副总统万斯炮轰欧洲，把盟友干懵了，也打醒了。除了对美国代表团的批评外，2月16号，欧洲各国外长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了欧美关系和对乌政策。其欧盟外交负责人卡拉斯当天表示，欧盟各成员国一致同意继续支持乌克兰，并加强欧盟自身防御。卡拉斯称，欧盟将很快提出新的举措来推动这些进程。其他欧洲各国也发表了类似言论，如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同意冯德莱恩主席关于欧盟必须将军费增加到 GDP 3%以上的建议。法国总统马克龙则于2月17号在巴黎召开紧急峰会，商讨加快欧洲防务自主对策。据悉，峰会以未逢三角加形式举行，即法国、德国、波兰加其他欧洲国家。此外，欧盟委员会全体成员还将于2月24号，也就是俄乌全面战争爆发3周年之际抵达基辅，以宣示对乌克兰的支持。其实，按泽连斯基所说，7.5亿人口的乌克兰和欧洲完全有能力建立属于自己的军队。以乌克兰如今80万能征善战的军队为基础，英、法、德、意、波等欧洲国家仅需保持20万军队的规模，就可组建一支240万军队的世界级武装力量。战场消息，随着俄乌和谈的推进，前线战斗越发惨烈。据乌总参谋部发布的最新报告，过去24小时，俄乌双方共发生至少250起战斗，攻击次数比前一天增加近3倍。库斯克战线，乌军第47旅在尼科利斯基方向击退了俄军第155旅等部队的突袭，目前战况不明。从俄方披露的消息看，此次突袭俄军指挥官并没有按照计划进行，其155旅在沿公路突进时就遭到了乌军地雷和无人机的联合打击，约有50到100名俄军士兵慌乱下跑过田野。事后，据逃离战场的俄军士兵称，这次突袭是俄军指挥官彻头彻尾的骗局，称这不是计划错误，而是背叛和谋杀。此外，一名乌军副指挥官报告说，俄军近期的袭击恢复了装甲车的使用，并于2月16号在一未知名区域发动了7辆装甲车的攻势，但没有成功。至于朝鲜兵，可能是俄军指挥官良心发现，或是吸取了一定现代化作战经验，目前正以更分散的编队展开攻势，每个编队约15到20人。库皮扬斯克战线，俄军第25摩托化步枪旅士兵驾驶各军用和民用车辆越过冰面，加强了德沃里奇纳方向的攻势。莱曼方向，俄军以2到4人小队发起突袭，但遭到乌军无人机阻击，有不少俄军小队选择直接投降，并在无人机控制下穿越灰色地带和乌军防线。红军村方向，从2024年7月开始，俄军损失至今已超过10万人，但仍未夺取红军村。2025年2月16号，乌克兰霍尔蒂察集团军发言人维克托·特雷胡伯夫少校宣布，乌军收复了皮什察内村，红军村战场已经出现转折点。实际上，早在2月11号前后，乌军就曾在美式装备的加持下控制了皮什察内村，只是后来俄军又发起攻势，阵地反复争夺，该据点一直处于相持状态。直到15号，乌军趁夜重新发起攻势，并在无人机和地面部队协同打退俄军后，开始快速打扫战场，构建防御工事，这才得以彻底拿下该据点。库拉霍夫方向，在乌军33旅撤退后，俄军的进攻目标放在了科斯强季诺皮利村和乌拉克利村。据 Deep State 战报显示，俄军经过数夜的积累，于2月15号至16号对科斯强季诺皮利村发动了约40辆 MTLB BPM 战车和200多名士兵组成的大规模攻势，对乌拉克利村则发动了约10辆左右的装甲攻势。在战斗中遭到了乌军炮火的
的猛烈反击。如今乌军正在乌拉克利村南部同俄军战斗，并把突入克斯强季诺皮利村的俄军赶到了该村南部的127号山丘地区。泽列尼夫卡村，乌军在其北部森林地带击退了俄军攻势，目前正在展开反击。总的来说，在过去3周时间里，乌军在库尔斯克、红军村、库拉霍沃等多个方向反击不断，而俄军推进则进一步放缓。据统计，这3周时间，俄军占领的乌克兰领土面积不超过23平方公里，相当于每天约占领1平方公里左右土地，但却付出了极大的推进代价。俄军攻势放缓的主要原因是乌军用无人机完全控制了红军村的天空，俄军装甲车无法有效使用，以至于俄军士兵必须在距离前线10公里的地方下车步行，前往接触线，而这段距离就成了俄军士兵的死亡区。当然，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俄军火炮和小型运输车数量不足，且俄军指挥部没有建立单独的打击无人机旅来支持俄军攻势。乌军在红军村的反攻已步入常态化阶段。南部战区，乌军特战队在扎波罗热战线击毁了俄军奥兰侦察机部队，又安排了空军袭击了赫尔松左岸的俄军导弹指挥部。此役中，乌军第34海防旅的斯洛尼基号队员率先在一个建筑群内发现了俄军的指挥部，之后将坐标上报。紧接着，乌军就发动了数轮空袭，多枚导弹精准命中目标，俄军指挥部所在的房屋被夷为平地。目前，俄方尚未回应此事，详细的损失仍在统计中。与此同时，俄军也试图发动攻势，目标是当地的安东尼夫斯基铁路桥，幸好乌军早有防备，用无人机和火炮阻击了俄军的进攻。据乌克兰南方战区发言人布拉丘克发布的报告显示，乌军先后打退了俄军8次冲锋，击毁了对手2辆 MPLB 装甲运兵车。另一方面，乌军针对俄本土的打击也没有停止。2月16号夜间，乌军向俄罗斯图拉和萨拉托夫地区发射了大量无人机，两地上空随即传出剧烈的爆炸声。流出的视频显示，图拉和萨拉托夫疑似发生大火，但目前还不清楚乌军的攻击目标，战损尚不明确。不过，俄罗斯薄弱的防空网确实给了乌军无人机太多机会，只要乌军愿意，每天都会有俄境内目标被击中。乌总参谋部报告称，昨日乌军歼灭俄军1730人，摧毁5辆坦克、84辆装甲车、11门火炮。据基辅独立报2月17号报道，2名美国政府官员告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称，由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沃尔茨和中东特使史蒂夫·维特科夫率领的代表团将代表特朗普参加最近与泽连斯基和普京通电话后的沙特和谈。特朗普证实上述消息，并补充说，美国正在努力促进和平，并保证泽连斯基将参与谈判。对于这场沙特的美俄会谈，乌克兰是否参与还要打上一个问号。其一，据乌克兰经济部长尤利亚斯维里登科透露称，乌克兰代表团虽已抵达沙特阿拉伯，但其首要任务是加强经济合作。其二，乌克兰顾问米哈伊洛·波多利亚克也否认了乌克兰计划参与沙特的美俄会谈，并在接受乌克兰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当前谈判桌上没有任何值得讨论的内容。其三，泽连斯基此前明确表示不会接受任何未包含乌克兰的谈判，而且俄乌问题特使基斯凯洛格将在未来几天抵达乌克兰与泽连斯基进行会面。另外，美俄在沙特会谈，虽然美国官员继续概述着他们对和平谈判的期望，但俄方并未透露谁将代表俄罗斯参加会议，也未说明谈判的具体议题。而且，俄罗斯真的有心和谈吗？考虑到如今战场场外消息的扑朔迷离，火力军仅通过俄军在战场的实际动作来分析。据美国战争研究所2月16号报道，俄军司令部已将南部军区第8集团军的额外作战人员及第20摩托化步枪师的第242、255和33摩托化步枪团和第150摩托化步枪师的第102和第103摩托化步枪团以及第163坦克团，从库拉霍夫方向重新部署到了托列茨克和红军村东南方向。
其中，俄军第150摩托化步枪师的部队最近在抵达托列兹克后，在俄军第9和第132摩托化步枪旅的支持下，试图沿着 T0516公路向普列什西夫卡和科斯加捷尼夫卡推进。而第20摩托化步枪师的部队在抵达沃茨德维任科附近后，在俄军第5摩托化步枪旅的支持下，试图沿 T0504公路也向科斯加捷尼夫卡推进。此外，俄军司令部还将第10坦克团和第68坦克团重新部署到了西维尔斯克和恰索夫亚尔方向，并加强了攻击力度。很明显，俄军是想从北部和东部向斯洛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施压，从而策应南部俄军对科斯加季尼夫卡的推进。从这些俄军行动，我们能看出，俄军司令部打算在2025年向乌克兰堡垒带最南端的科斯加捷尼夫卡施压，甚至是拿下这里。同时，这也反映出普京对乌克兰保持持久和平不感兴趣。什么是乌克兰堡垒带？据悉，这是乌克兰由4个主要城市，即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德鲁士科夫卡和科斯加捷尼夫卡组成的一条长50公里的防线，即是乌军在顿涅茨克州的防御支持，也是俄军3年以来最渴望夺取的目标城市。截至目前，俄军距离斯洛维扬斯克东郊约25至30公里，距离克拉马托尔斯克东郊约20公里，距离科斯加捷尼夫卡东北郊区约9公里。俄军肯定是想瓦解乌克兰堡垒带的，不过通过分析地图，我们就能发现，若是从北部进攻，距离最近的莱曼和西维尔斯克的俄军不仅要拿下这2个据点，还要穿过之后众多田野和小型定居点，才能开始威胁斯洛维扬斯克，难度太大。从南部进攻，俄军目前已花费10个月时间，缓慢穿过了恰索夫亚尔和托列茨克大部分地区，目前正试图向科斯加捷尼夫卡施压，切断该定居点与其他3座城市的联系。虽然难度低一些，但到目前为止，俄军尚未完全占领恰索夫亚尔和托列茨克。在考虑到消耗，俄军不太可能在2025年甚至2026年完全崩瓦解并夺取乌克兰堡垒带。绕回俄罗斯是否愿意保持持久和平的话题，俄军既已做出实际行动，又不愿白白看着消耗的资源浪费，因此俄罗斯可能会对乌克兰堡垒带发起长达数年的战役，而这进一步质疑了俄罗斯坐下来与美国进行双边谈判的兴趣和意图。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萦绕在火力军心头，一个控制了拥有丰富矿产的乌东四州和亚速海岸陆地走廊的俄罗斯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那特朗普究竟在图谋什么？是笼络俄罗斯一起对付更强大的对手？但问题是，如果特朗普将乌克兰卖得这么彻底，谁还敢冒着灭国的风险跟美国打配合？据美国战争研究所报道，佩斯科夫在被问及克里姆林宫是否考虑邀请特朗普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5月9号胜利日阅兵时称，普京很高兴欢迎任何国家元首参加阅兵式。据报道，5月9号的阅兵式突出了苏联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击败纳粹德国的作用，称普京经常利用5月9号的演讲来强调苏联战胜纳粹德国，同时最小化其他盟国的贡献。此外，2025年的胜利日阅兵将特别庆祝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80周年，普京更是将2025年命名为祖国保卫者年。对此，美国战争研究所认为，普京正试图将俄罗斯描绘成可与美国相媲美的全球大国，以及成为苏联超级大国地位的继承者。2月12号，美国副助理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史密斯曾率领一个美国代表团前往白俄罗，并与卢卡申科和白俄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伊万特尔特尔进行了会面，以确保释放几名政治犯。会后，史密斯表示，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没有为此释放得到任何东西。不过2月15号，《纽约时报》援引史密斯简报称，美国正在考虑一项双边协议，即白俄罗斯释放一定数量的政治犯，来换取美国放松对白俄罗斯银行和钾肥出口的制裁。对此，美国战争研究所评估认为，任何针对白俄罗斯的制裁解除都会对俄罗斯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作为俄罗斯铁杆盟友，俄罗斯早已花费几十年时间将白俄罗斯纳入俄罗斯经济，成为了俄罗斯逃避制裁计划的关键工具。据 X 平台军队认可网报道，美国陆军在2025财年预算中申请了 M10 布克战车从试生产向量产的过渡经费，
包括完成开发和后续测试，以及首批量产的33辆战车及后续的软件维护资金。M10布克战车采用履带式底盘，重约42吨，时速64公里，主武器为一门105毫米主炮，副机包括一挺7.62毫米机枪，一挺12.7毫米机枪，目前已完成了多项测试，例如射击数千发弹药，行驶里程上千公里，可在热带和寒带等极端条件下正常运作，验证了其可靠性和生存能力。对此，美国陆军表示，如今的 M10布克战车已具备现代化性能，首个集装单位将于今年就能完成 M10布克战车的部署，未来将持续强化步兵旅级战斗部队的综合战力。据自由时报报道，在日前的 Bradley Park 25-1演习期间，驻韩美军的 F-16战机在朝鲜半岛展现了首次 ACE 演习。这次行动的执行者为第8战斗机联队，该联队又被称为狼群，其核心任务为保卫基地、接续后续部队增援以及向北作战。在演习过程中，第8战斗机联队在光州地区进行前线部署作战，其根据特殊情报可提前得知敌人何时会攻击某些地区，借此将机队人员调动到不同的战术位置，以建立持续派遣战斗的能力。而且在扰乱敌人行动的同时，本身的主要基地也不会受到干扰。此外，该联队还模拟了应急行动下的起降以及相关的后勤措施，显示其在紧急战备下仍能维持高强度的作战行动。实际上，这次演习是让战斗机从一个基地飞到另一个分散而简陋的地点，同时还进行所有的支持行动。这已经不仅是基地级别的演习，也是为支持弹性战斗部署而进行的后勤维护和装载机组人员演练。据莫斯科时报报道，在欧美国家的加速制裁下，俄罗斯国内产出的石油过剩且无法出口到国外，致使其本土的石油公司准备实施强制性减产。在波罗的海乌斯季鲁加港、普里莫尔斯克港以及黑海新罗西斯克港，俄罗斯于1月的石油出货量足下降了17%。同时，通过科兹米诺港租用油轮出口石油的成本却上升了5倍。致使俄罗斯各大石油公司当月共累积了1700万桶未出售的石油，这些石油目前已被转移到浮式储存设施的油轮中。如果俄罗斯以当前的产量继续产出更多的石油，一旦无法外销，这些石油可能会无处可放。因为在乌军1月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下，俄罗斯目前几乎已经没有了完整的石油储存设施。此外，据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称，如果俄罗斯想要处理多产的石油，目前来看也很困难，因为包括梁赞、伏尔加格勒以及阿斯特拉罕在内的炼油厂也因遭受乌军无人机打击，已降低了相关产能，而维修至少需要几个月时间。如此一来，在无法外销的情况下，俄罗斯唯一的出路就是减产石油。如果储存设施和炼油厂的问题无法在短期内得到解决，减产的速度可能还会加快。现在俄罗斯每天的石油开采量大约在890万桶，与2019年的每天1125万桶相比，石油产量已经下降了20%。在其进一步减产后，俄罗斯在北极的油田可能会成为最先被波及的地区，因为该地区的石油产量每天可达30万桶，而俄罗斯目前已没有多余的可替代的冰级油轮了。据自由时报报道，奥地利军队现代化的具体细节得到了意外披露，其结构改革。陆战方面，该国将在第14坦克营的基础上再采购更多的坦克，以建立第2个坦克营。目前，第14坦克营拥有58辆豹2 A4坦克，其后续采购的坦克类型可能会是豹2 A8。防空方面，自由党提奥地利退出欧洲天空之盾计划，以发展独立的国家防空系统，而人民党则支持继续参与该计划。该计划包括对营房、维修设施和弹药储存站等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其二，采购计划。除新增坦克营所需的坦克外，奥地利还将采购更多的侦察和攻击无人机、电子战系统、卫星通讯以及网络电子战设备等，用于增强该国的综合战力。其三，装备升级。上述中的58辆豹2 A4坦克均为1990年代从荷兰购买的二手货，目前正由克劳斯马菲威格曼公司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造，计划将车载电子设备达到豹2 A7 水平。预计第一批升级后的战车将于2026年投入使用，整体的现代化升级计划将于2028年完成。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觉得特朗普究竟在图谋什么？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